嗨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胡老板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科技。哇，今天基本上都是跟特斯拉有关的新闻哦。不过我们在聊特斯拉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聊聊 Starlink。大家最近如果有在看新闻的话，其实有发现哦，这几年呢，地球的气候变化其实非常多哦，包括你看最近台湾呢，这是非常大的台风，在美国的东南部呢，佛罗里达那边呢也有非常大的飓风哦。那应该大家也有看到很多新闻呢，在讲有关什么在飞机上啊，有很多这个乱流而导致乘客受伤哦。这几年呢，天气变化真的非常大。那最近呢，在美国东南方的这个大的飓风呢，其实造成非常大的灾害影响哦。那有很多的美国的居民呢，其实是没有电、没有水，甚至还有断网路的情况。那 Starlink 呢，他们做了一个举动，我真的是觉得蛮暖心的哦。他们捐助了500个，对，没有错，500个卫星网络系统呢，提供救灾人员呢，还有那些受灾户呢来使用哦，并且呢也说了，在受影响的这些州里头呢，你如果已经现有的Starlink 的用户呢，你可以申请30天免费的方案哦。所以你如果是在美国呢，并且有受到这个飓风的那个灾害的话，你搞不好可以去看看呢 Starlink 的网站，搞不好你可以去申请这个30天的免费使用哦。我觉得这一点呢 ，Starlink 在这方面真的非常暖心的哦。那再来，我们聊聊特斯拉的新闻。上礼拜呢，特斯拉公布了第2季的车子的销售量以及生产量哦。销售量的部分呢，它总共卖了46万3千多台车哦。那在生产的部分呢，总共生产了47万台车，其实非常多。跟去年比起来的话，其实成长率是6%，虽然是差一点点就达到华尔街的预期啦，所以呢，股票还是有一点动荡，但整体上来说呢，它是有在成长的状态哦。好，那再来我们聊聊 Cybertruck 的新闻。我朋友呢前几天就发了几个截图呢给我看，说，现在呢他终于可以订购Cybertruck 就不是 Foundation 版本的车子咯。那之前呢，因为特斯拉刚开始的起步生产关系，所以他们是有推出一个所谓的 Foundation Series 的 Cybertruck。那基本上呢，在基本款上头你要再加2万块钱，你才有办法购买哦。所以现阶段多数在路上呢都是所谓的 Foundation Series， 也就是刚开始的起步生产的这些车，并且呢是有很多选配在上头。那现在呢，你终于可以购买没有这个 Foundation Series 的加价2万块钱的车子哦，就是基本款的4轮传动 All-Wheel Drive 的版本，以起价目前是在8万块。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购买这台车哦。现阶段呢，他们只有邀请之前有下预购订单的网友们才可以订购这台车哦。那你如果现在直接到特斯拉网站，你想说，你想要买一台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，你目前还是只能购买Foundation Series 的车子，所以你一定要是之前有下单的朋友才可以哦。好，那再来英国那边呢 ，Model Y 现在最基本的版本呢，被拿掉了，就 Standard Range 版本已经没有了，你已经没有办法买了。现在在英国那边呢，最基本款的 Model Y 呢，它就是长距离后驱版本。这个呢有好有坏啦，它可能是因为受限一些生产的需求的关系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些进口关税的关系呢，具体实际状况并不是很清楚。那可能对一些觉得基本款 Model Y 的续航力不够的朋友们呢，现在的基本款变成长距离的后驱版本呢，它的续航力呢也提升到了 WLTP 的数据是373英里，0到60的加速是5.7秒。而在英国的朋友们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赶快去看看哦。目前起价是47000块钱英镑，并不是说特别便宜，但是我觉得，你如果本来就是在看 Model Y 的朋友们，但是基本款的续航力不够的话，这个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哦。好，那再来呢，美国这边特斯拉竟然无预警的把最便宜的 Model 3停止生产了。其实也不是停止生产了，只是因为碰到一些关税的问题呢，特斯拉决定呢，基本款 LFP 电池的版本呢，他们不在美国贩售了。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关税成长了。对，那之前呢，电池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话，它的关税大概是7.5%，现在要涨到25%。照这个算法来看呢，特斯拉可能就觉得基本款 LFP 电池的 Model 3呢不赚钱了，他就直接把它下架了。好，
那在台湾的朋友不用担心，你还是可以购买这个。那因为这个就是主要是针对在美国境内销售的车子的关税的问题哦。那如果是在美国以外的话，其实还并没有受到这个影响。那现在变的就是说，最基本款的 Model 3反而是长距离后驱版本哦。那起价呢没有改变，跟之前一样，也是43000块钱美金，而且它也符合美国7500块钱的联邦政府补助。补助以后呢是35000块钱，其实说起来，并不是特别贵，而且它的续航力呢是 EPA 的363英里。其实说真的，平时开呢绰绰有余。那你原本如果是在考虑 LFP 后驱版本的 Model 3的朋友们呢，很可惜现在买不到新车，但是还是有旧车啦。但是我个人建议就是你呢多加几千块钱呢，买一个长距离后驱版本的 Model 3呢，你的续航力也多了很多，所以363英里真的是非常足够。你就算是好，我们打个9折好了，因为你可能每天并没有把它充到满电的话，那也是330多英里的续航力，其实平时开绝对是足够的。像我自己呢，我的是 Model 3 Performance 版本啊，我的续航力顶多也才300英里而已啊。那我平常开绝对是也够，就算是出远门呢，我也不会觉得说好像300英里的续航力不够哦。所以你现在如果是长距离后驱版本有360几英里的续航力的话，其实绝大部分人根本不需要担心有这个里程焦虑的问题哦。好了，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听 Podcast 的朋友们可以经过我的 Spotify、IG 或 Facebook 发简讯给我。那如果是看 YouTube 的朋友们，可以直接在下头留言哦，我都会看哦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我是胡老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